要为历史而硬。谢谢你们让我的这个梦能落地，谢谢你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我的担心，让我疼痛。不想送走我。知道你是对自己要完美，它没有完美，就是我老说，它是一种态度。我觉得闹这个字应该会贯穿我整个人这一生吧。我觉得我喜欢折腾，因为我觉得那是人生来一次闯一次的意义吧。对唱嘛，就像是我唱一句，他唱一句，然后一起小孩跟侗族大哥唱，We all from the world， 侗族大哥唱，还是没有我们的这个声音。然后最后我们把小孩那个唱完了以后，我们最后接一个 Love can break you down, turn you inside out, doesn't mean the light is too fade， 就结束了。真的啊？这样才会在中间某一段我们和鸣的时候。就有那种琴瑟和鸣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在演唱会中，这种音乐、现代音乐以及传统文化的这种化学反应的碰撞，非常好玩的一个话题跟课题。你和我分担着彼此的脆弱呢。拉开了以后，用手，另外一只手就在抓住，然后咚敲他一下。一个人是肯定需要乐队跟我一起的，但是国风乐队也一起跟我弹嘛。刚听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太阳我觉得分两种表现形式，一种表现形式是用舞蹈，还有一种表现形式就让乐器老师能够在这两边合作，就是比如说这边站一个笛子，对，这边站一个扬琴，梆梆梆。在沟通的时候一直在好奇，为什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整体的歌曲编排都可以做得这么丝滑。其实我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其实更加坚定了我对于文化融合和做 M-pop 的信心。过去古话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但是你想把这句古话改掉，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对，就你们出道不到的地方，对，就是这样。我口出了狂言以后，就费劲了。每一天要休息的时候，就自己跟自己说：“喂，你记得吧？那个时候你说的呀。”买个大屏就重复这句话，不开玩笑的说，也是这句话激励着我。真的，这个舞蹈我不担心，只要你能够有力气练手。玉也是那种很炸的，大浪的真的。对，然后连玉，然后再到这个戏。就我想打破一个对于舞蹈的之间的这个壁啊，就是不要说什么谁这跳街舞就能跳这个，这样把所有的那种传统舞种都是有音乐的啊。我觉得我做这个大的原因跟目的就是希望找到一个最好的人们的融合点。怎么笑着哭来着，哭来着，你看他怎么哭着笑来着。
刚刚的3段京剧，演绎的是项羽跟虞姬的故事。就像李清照说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对于《霸王别姬》，我一直有自己的思考。到底什么是英雄？包括今天和昨天都提到了好多次英雄。可能是后羿射日的勇气，可能是愚公移山的远见。我还蛮喜欢这些传统故事的。今天在舞台上这样的创新和融合，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但至少我尝试了。我希望我们的非遗，我们的传统文化，能被更多人看到、学习和创作。你用3个词来概括一下这场鸟巢演唱会。3个词啊。把你们的某一种力量跟灵魂跟信仰注射到这个仪器里面。现代的舞的表达比较灵活一点，能用到一些把动作放到古典舞的语境里面，他们就做出一个非常好。小动先抓一下，在上台的时候就有这个劲儿，就一直会跳成这样。这就是你们年轻人就是永远会激励到别人，或者是给到别人冲击能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如果你们连这个都没有了，没有什么魅力。第一，群众打开你的想，你在整个表演中运营的不少于30种为你表现形式。这个地方。第二个创新我们的这个舞台由于过大，所以我们整体排的这个位置也会比普通边围拉得开一点。经过自己的努力，前辈们的帮助，你不但是群众，更重要的是创新。就是我来给你画一下，我们全部对着这边，然后变成2条线的 cipher。这个导演一针见血说出问题了。你这个是表现形式噻，那使我为之一振。最好准备是 Cause I'm a sucker for your dog romance 的时候正好转，让它拉出来。因为我想要的 Cause I'm a sucker for your dog romance。第3个法则，群众也好，什么也好，这样是法则。不是我说在中间的时候，就比如说现在如果这个是中间啊，他现在在位中间，我把那个 GoPro 啊贴一个 GoPro 在这儿，然后那个红绸的老师很麻烦，你们先得转起来，然后再做动作，因为你们首先转速没转起来，你做在起范儿做动作那个有点干。第4个呢，就是扎根。你的这些东西噻，不是漂浮在表面上的东西，而是你扎根于生活，源于生活，所以你才有精神，才有力量，才有血有肉。跑花卷，然后就是他们那个伞过来了以后，不是我开伞，我会等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大家在后面。至少磨练了自己，锻炼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为祖国的文化做出的不朽的贡献，所以也做过你。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08年，一起重温那首经典的《茉莉花》。
就是吧，不知道，就是反正就是到鸟巢那个门口的时候，我的妈呀！哎呦，这怎么要哭呢？不是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就哭，我觉得不是就哭了。别哭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鸟巢这个演唱会，相对来说会稍微不一样一些，是一个从馆到场的一个转变。馆里最多也就是2万个人嘛，这个场里是3万5千人起，然后一直不断的往上叠加嘛。对场我其实是没有概念的。进入内场，然后现在定的是他自己的比赛。Bibo，让开一点 ，Bibo。这跟视频拍的完全不一样，到了现场才知道，哇，这么大。大。还可以高一点。可以高一点。那边是黑的吗？不是，也不是黑的，这一看就是一张画。反正我就觉得我们这里能量太小了，你看不到。那边50米开外，你想想坐在那边。那个地方那个犄角旮旯，你再往后面再退50米，你想能看到啥呀？是在那个 PGM 后面 ，PGM 屏的后边。所以我从这边也要走到那边去，这边也要走到那边去。是办公可以准备的一台可以在镜子。去观众席听一听，可能效果会更直观一点。我觉得这个问题倒不是很大，就往角度变了，往上扬了，就距离变短了。你说那个慢慢开画卷，开到这个后面有老枪啊，什么有乐器啊，有各种人融进来啊，赛马啊什么的，也是一个。我的诉求就是因为街舞它场域越小，力量越大。对，但是如果给我的场域越大，反倒我们的力量就怎么做都做不出来。再加上他们还个性化，有人高着个背啊，有人平叠啊，有人稍微很难。用这样的统一练100遍，好像也很难统一到100遍。就是你想让他们在这儿有这个时候，可能能量没那么强的时候，观众还有很多看点可以发生，可以看到。对，特别是就是我们在这边表演的时候，那边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想说，如果能够有一个人，他能够帮我在整体的这个场的这个视觉设计以及整个让这一切给丰富起来，舞台表现给丰富起来的人到底是谁呢？这个时候就想到了一谋导演。这个是白画吗？对，这是白画。那是我第一次跟导演见面，就是当面见面。这样，我挺好的。你看你这。但其实这些曲目啊啥都是前面都很多，也有些新的。基本上没有完全一样，全都换掉了。哦，全换了，对，几乎全换了，几乎。那对吧？对。亲自跟一谋导演讲了一些我的想法，然后一谋导演说，他觉得最打动他的是我做的一些国风的音乐。他觉得只有把国风贯穿，他觉得在这个舞台上才会变得最有意义。因为我们不是个普通的演唱会，我们既然是声光电的东西，是展示了这么多的传统文化，所以它变成我们的一个主要目标。我们不仅仅是演唱会，我们向传统文化致敬，对吧？我们跟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一种共赢共荣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种，这次这个是非常等于有一种表率作用。
传统文化看我们。这以前都是我们看传统文化嘛，现在传统文化看我们。要突破红布这个屏障会，因为这个很朦胧、很虚幻，但这一块就很。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布上面做这些舞蹈动作会更冲击力会更强一点，更塞一点。我们可以包住这个红布，包的镜头多一点。不是，反正就是闹天宫其实一开始它来源于的灵感是来源于生死二字，但是因为觉得生死说的太深刻了，那我们就把生死先给它摘开，我们就说这个过程。闹天宫的衣服可以不在棚里换，除了闹天宫以外的衣服得要在这个棚里换，要快一点。有点绕，看着真的，稍等一下，绕着呢。没事，上面弯向很快。先从3米开始。闹天宫其实这次就是因为在做这整张专辑的过程中间，然后就在想用一个什么样的 M-pop 的概念，然后能够贯穿这个整个专辑，然后也找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神话啊，包括《山海经》的一些神兽啊，就觉得现在的阶段好像是有一点点像孙悟空的那个成为斗战胜佛以后的那种感受。但是呢，在写作过程中间就越写越觉得这个斗战胜佛好像还没有完全到那个斗战胜佛那个高度啊，可能还是在那个封自以为齐天大圣的那个阶段，还想战。20年前，14岁的我录了个选秀，有人知道吗？10年前的我成立了工作室，有人知道吗？今天34岁的我站在鸟巢演唱会的舞台上，你们知道吗？我觉得喜欢听的音乐跟小时候我们接收到的音乐信息跟音乐教育还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嘛，所以我们信息比较发达，比较通畅。各种各样音乐的类别，我觉得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日后这个做这个歌手的生涯。2019年，我的大航海正式起航。这船一开就是6年，这不是我第一次来鸟巢表演，但这次是完全属于我的鸟巢舞台。都没有想过可以跟这么多人一起过生日。你们是不是觉得舞台很大，离我很远啊？但我觉得这是你们离我最近的一次。我把自己想要呈现的舞台毫无保留地呈现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读懂我，感受我最真实的模样。10年前的手写邀请函是我们的缘分开端，下一个10年你们还那今天我是寿星啊，那我们来拍一个生日大合影吧。其实老实说，开场前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你知道鸟巢那舞台特别大，但走到鸟巢舞台后呢，看到台下坐满了贝壳，一下就安心了很多。他们对我来说就像家人一样，那时候内心是没有太多别的想法，就是只有一个，就希望好好完成这次的演出。很感谢贝壳吧，我知道很多贝壳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花了很大力气。
朋友很辛苦，也希望那天的演出没有辜负他们的热爱，也希望未来我们要一起可以去更多更远的地方。在这里看台下的灯海，感觉像做梦一样。希望今天来到这儿的每一个人呢，都能带着开心和快乐回家。祝大家国庆快乐！走吧，我走，马上，立刻马上走，我把这个扯了就走。哎呀，我感覺今天我還有點勁兒，有點小勁兒。我覺得你哋聽唔太明。你聽得好，你講得好好。我講得好好。係啊，多謝你啊！你哋是好人。願時光與你同行。你先哭會兒。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會哭。因为这还是个比较神圣的地方嘛，各方面的班底还是非常牛的。我刚刚一进来就看到有很大的一个花园，好大呀！我在外面看就觉得好小，他们每天有人直播，那帮人真的是很无聊哎，非常没人。本来我还想给大家一个惊喜，大家看到话剧的时候，觉得两个特度一下打开，我脑袋想直播什么？直播怎么搭建这舞台？欢迎光临。打打气。打气不应该是这样吗？解法永远比问题多，定在哪儿不动，这就是什么叫功夫。功夫不怕，不会破的，绝对不会破。不是这个是那个。这是那个板，就是它接的啊，对。我也是。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好起来了，只能自求多福。还需要我做什么？真的没有，休息，回家睡觉。刚谁没吃啊？你们吃饱了吗？来来来。谁没吃？啊，可以可以，谢谢你这个鹏，阿鹏，再见了阿鹏，我想你的阿鹏。多少不能原谅的错，却不能重来过。我说我人生进剧场就是看不了我自己的演唱会，我真的想看，一定看现场。
拜，师傅拜拜，老师拜拜，妹妹拜拜，弟弟拜拜，老师们再见，比哥再见，刘老师再见。哦。